首先要出场的一组 PK 选手是毛豆和呼兰。为什么是他们两个？毛豆豆哥，挑一个，就有专场吗？这。真的就是综艺之神的降临，这是剧本吗？我要不是在现场，我都会觉得这是剧本吧。最期待是这一组强 PK 啊！两位现在心情如何？很糟糕。哎呀，没事啊，挺好的啊。信息情报工作没有做好。有专场这个字啊，我以为就是新人可能会宣传自己专场。前3天我刚从哈尔滨上呼兰个专场，回来就把我给挑着了。我以为收官了，这个就不算有专场了。我就觉得这怎么能选得上的？这不都是明面上的，对吧？我寻思吧，你不管谁有专场，大家都那个怕一下，因为有专场，同时还意味着段子不是多嘛。我就寻思，我第一轮没时间准备稿子，有点弱，我就把那个唬个人，没唬住。没想到你碰到弱智了。他在那个观战间睡觉睡得特别开心，让我看得特别来气。这种必须要给他一些人生经验了，他真的睡得特别香，努力啊，就必须让他学一课啊！我不想在呼兰哥眼前整得像那样人家，就别整得像咬牙一定得赢那种。谁先出来呢？能吃能喝能开玩笑，有他就有重量级欢乐，掌声欢迎毛豆。好灵活，这台都炸了！谢谢大家，我是毛豆。各位应该能看出来哈，减肥失败了，对。因为今年确实多了很多酒局，什么老喝酒，我很怕喝多。正常人喝多了，起码叫个车就能回去。我要是喝大了的，叫个货拉拉，真的，一点没开玩笑。今年过年2月4号，我在大连喝多了，下大雪叫不着车，我坐在路边，浑身都是雪，路人看见都吓一跳，说这啥时候开了个蜜雪冰城啊？这是。没办法，他们用保险给我叫了个道路救援。和师傅商量说，实在抬不动他了，能不能用钩子给他勾上去？围了好多人啊！第一次看见在大道上玩抓娃娃的，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个钩子给我拽起来了。我可是什么是钟馗来抓我了？他钩子就勾在衣领这块，他一开机器给我所有衣服全拽下来了。本来就围了好多人，我光着膀子躺在雪地里。说实话，那时候我脑子还是有点意识的，但是我不敢醒啊，我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最后幸亏那司机他有经验，你知道吧？他在农村生活过，他把我手脚这样绑住，哎，中间插了个棍，2个人就给我抬上去了。我一般很少喝多，你知道吧？我出汗比较多，我喝1斤白酒能出6两的汗。冬天我一边喝一边冒烟，你知道吧？都坐在那儿特别像一个空气加湿器。喝多了他们还拿我出题，说毛豆你喝1斤酒能出6两汗，那你如果喝了7斤酒能出？我说哥，喝7斤酒我就出殡了，哥。火葬场都不敢烧我。他说毛豆太渣了，毛豆。所以我特别讨厌那种酒量又差又陌生的那种酒局。喝酒都是希望喝到微醺的，就那种局，每次我喝到微醺的时候，他们都是胃大醺了。我大哥都开始整活了，那表演呼麦。我说哥，你是蒙古族啊？他说不是，你快给我拿个盆儿，快！我赶快给他拿了个垃圾桶，他抱着垃圾桶一头摔下去了，我头卡在桶里了，脸拔不出来了。我说这还是个卡盐局呢，这是个。你知道，所有人都在各聊各的。我右面俩人抱着我一块儿在真情流露，说太难了，咱们今年太难了。我说对呀，太难了。你是谁呀？你是？还偷酒是吧？偷偷往地下倒，一下我就发现了，他倒我鞋里了。他在那儿来哥，都在酒里了。我说你放屁，都在我鞋里，我鞋垫都是酱香型的了。
中间是他们领导是吧？人很实在，说我说句你们不愿意听的哈，然后讲了半个小时我不愿意听的。他说你们这代年轻人啊，废物啊！哎，你不说别的，就你们现在看那个什么 NBA，什么詹姆斯、库里都是垃圾。我那个时候看的是乔丹，他说乔丹跳起来能滞空7秒。我说7秒，乔丹让大风刮走了。乔丹是个塑料袋吗？7秒啊！领导还有个狗腿子，说对呀，你们这代年轻人就是废物，娇生惯养。我说大哥您是哪年的？他说93年的。妈，我是92年的。他说他爸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工地上从5楼掉下来，一点事都没有。我说老弟啊，5楼，你父亲是给你讲了个你亲生父亲的故事吗？我不能这么讲，我说哎呦，你爸真厉害，你爸这个滞空都赶上乔丹了呀，你爸。而且上海这边喝酒是吧，特别喜欢转场去酒吧喝鸡尾酒。我第一次去，给我推荐了一杯，我一看价钱嘛160，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他说叫新加坡司令。我说你要不先给我来个新加坡排长吧，别麻烦司令了。上来那个酒这么小一杯，这么大块冰，我一喝那冰都插我眼睛里去了。我说这什么新加坡陆军司令啊？这是酒呢？他说酒太浓了，要等那个冰化开再喝。我说这个冰也算在酒里了？你这个兵是个要当司令的兵啊，那是个好兵啊。那个兵好不容易化了一点，旁边来个人，哎，你是毛豆，哎，我也是大连的，我特别喜欢你，我敬你一杯。我说好，他拿起我的酒，哐就给干了。160啊，兵还没到呢，司令被干掉了。这起码还是果汁兑酒，这边还有拿番茄酱兑酒的，叫血腥玛丽。我还血腥玛丽，我还残忍沈腾呢，我这。我再点根开心麻花，我这。好怪的。酒吧自己自创的酒，那名起的名更加抽象，什么人生、青春、遗憾，这哪是酒名啊？这不是喝多了聊的吗？这不是？我说你们这有没有一款酒叫我爸从5楼掉下来，一点事都没有？很多客人也很奇怪，然后往那一坐，我要一杯酸甜一点的酒，咵喝一口，可以再酸一点吗？咵又喝一口，可以再甜一点吗？我说哥，你要不给他倒杯苹果醋吧，真的吗？我旁边的大哥像特，还有的人他就不想喝酒是吧？我旁边的大哥像特务一样，看人在那到处看，一个女生长得漂亮，他就过去点了杯酒 ，Honey， 这杯马提尼是给你点的，因为它很符合你的气质。我说大哥就像去年那个电影《好东西》的第2部，脏东西是吧？我说大哥，我这个滴滴是给你点的，你走吧，真的。网上甚至还有那种说，你可以根据我的气质给我调一杯酒吗？这种问题我都不敢问，真的，他肯定给我倒杯料酒，真的。再放一大块冰，起个名叫新加坡炊事班什么的。我还听他们说了个鸡尾酒的起源故事，说很早之前有个老板到酒吧喝酒，没有酒了，逼得调酒师没有办法，就把各个桌剩的酒倒在一起，发明了鸡尾酒。这种事很多，每年这个时候都有老板逼着导演把全国的演员汇在一块儿，发明个节目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还有一个不重要哈，不重要，还有。真的，其实我不是讨厌酒吧，我就是讨厌贵，你知道吧？尤其你坐在吧台上，你看着他调，可乐一瓶也就3块，威士忌一瓶200，他当着我面往可乐里面加那么一小杯威士忌，卖我120，叫什么美式威士忌？我说他完全可以更美式一点，妈子弹2块，手枪700，加在一块怼我头上，给我2万。我说你太美式了，你刚才加的是啥呀？关税呀！我说你这杯是特调的吧？特朗普亲自调的，是不是？最后要走了，我说这个鸡尾酒也没啥劲儿，我回去睡觉了。他说：“哎呀，你等会儿，你这样，你尝尝这个，尝尝这个长岛冰茶。哦呦，40多度的酒，非得叫茶，我哪知道？我说喝大晚上喝茶能睡着觉吗？2杯我就睡着了。幸亏那个调酒师他在农村生活过，他有经验，他给我手脚这样绑住，哎，现在家有什么豆？”罗老师不给吗？就不给他吗？罗老师，毛豆，锁票倒计时，掌声送给毛豆。哎，毛豆，今天毛豆的表现怎么样啊？这还要怎么样嘛？
我觉得简直太棒了。毛豆这汗什么时这六斤汗什么时候能出太去？太好玩，而且毛豆确实哈，现在看着又圆了，是不是？然后因为去年不是说要说减肥了哈，那阵儿说减肥了，今天又圆回来，这2次元是吧？然后老2次元我。哎，有一个梗，我觉得实在太无聊了，但是我太喜欢那个什么愤怒沈腾啊，残忍沈腾，残忍沈腾，莫名其妙说他干嘛？然后但是我太喜欢那个了，所以当时我就拍了这个啊。对，就是因为残忍沈腾，然后大老师拍完这灯跟我说，哇，这个太无聊了，太无聊。对，哎，我能说一个吗？毛豆今天我应该是不行，但是我见过一个人类的奇观，我简直上回看完之后太开心了。毛豆会跳肚皮舞这事儿，有人知道吗？哎呦，真的吗？哇！我见过毛豆跳肚皮舞，太可爱了。这么喜欢看个东西。这边，我太炸了！毛豆确实是一个在这个舞台上能够上台的瞬间就迅速的把自己点燃的这样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就毛豆的梗太密了，而且他速度非常非常快，然后就是让你应接不暇啊。就是你都来不及，有的时候大脑都还来不及，他就像一个那个脱口秀的轰炸机一样啊，然后都不停的给你这个快乐，所以我觉得听他的东西就是可能我都不用想太多，我就感觉非常快乐，非常轻松。因为我在线下看过一次毛豆的演出，他一出来你立刻完全就醒了，他完全每次都是炸场的。谢谢罗，来，罗老师。我好像是唯一没拍灯的，然后其实没有特殊的原因，就是我对他的期待比今天这个表现要稍高一些啊。但我也没想到他还能跳肚皮舞，那个是额外收获的。但是反正考虑到你上一季的整个表现，我会觉得今天的这个虽然很炸很过瘾，听得也很开心，也一直呵呵傻乐。但感觉比我心里预期的毛豆还是差一点点啊，所以我犹豫了一下没拍，但是持平了水平。但不，毛豆没有跌过，没有跌过。我有跌，没有一场垮过，没有垮过。对啊，毛豆休息一下。好的，马上我们就看一看。毛豆选出来的这位，今天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这场 PK 赛？胡来7年从来没有缺席过，是又拿过大王，又开过专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来。掌声欢迎呼兰！大家好，我是呼兰。哎呀，再见，朋友们好，朋友们好，朋友们好。哎呀，前2天你们也知道，刚演完草台班子，是吧？又来到了另外一个草台班子。时间紧，我11号刚演完回上海，14号就开始比赛，啊，真没时间创作了。马迪还得写3天呢。啊！但今年真感觉自己是个老将了，我应该是全场这么多人唯一一个上过吐槽、上过脱口秀大会，到现在上脱友的演员，啊，这么多年。对啊，好多人问我说，新人这么多，你压力大不大？我说，哎呀，这些年别说选手了，节目我都熬走好几个了。真的，但你让我回到我第一次上台7年前，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怎么都不会想到。就当时满场那么多人，能陪我走到最后的居然是张绍刚。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满脑子都是什么朱砂痣、白月刚，到最后一看就是张绍刚。所以现在我真的就是，我觉得陪到最后的就是最好的。现在每年就是我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把张老师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哎，但朋友们，你把时间拉长，你从节目名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行业的趋势，看到了吗？这行业的名字是越来越谦卑了，是吧？之前名字多高大上，什么脱口秀大会，我天，大会给你整的会的不行了，大会，对吧？整了5年整不会了。现在又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你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遇上事儿了。不遇上事儿谁能想起来朋友们吗？哎呀！真的，我觉得过2年这个节目就是脱口秀和他的恩人们。哎呀！而且大家都一样，你看新人多，脱口秀新人们也是慢慢变成脱口秀恩人们的。很简单，只要你撑住，你就会发现脱口秀很容易撑不住，是吧？就是撑，你真的就是撑。每年第1轮，这么多特别厉害的新人朋友，我都安慰自己，只要撑过3轮，他们下手就没那么重了，就是这样。而且新人再强，对吧？1轮也就能打1个人，打不了更多了。我现在每年比赛，昨天我还在那看那个俄罗斯抽耳光大赛，一样的，你打我一下，我挺住了，我再打你一下，总归不是50个人上来1人打我一下，对吧？不是喝酒打圈的逻辑，其实是。而且你看，我就不理解，这么多朋友年年出来比赛，大家都以为说拿了冠军会怎么样，都有幻想。我站在这儿就足以说明拿了冠军不会怎么样，是吧？太牛了！真的年年比出了一种就是永世不得超生的感觉。这真的，你们看那个浪姐、P 哥，人家都是上完1年之后接活然后火，你们没看见哪个哥哥是全职当哥哥的，对吧？是呀，是吧？真的，春春要是在我们这儿，没准还在比超级女声呢。第20届超级女声呢，哎呀！真的，你把我放在3年前脱5在青岛，我在决赛第2轮战胜了邱瑞、毛豆、袅袅夺冠。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到人生巅峰了，是吧？怎么也想不到，3年后的今天，我还在突围赛打毛豆，是吧？上哪儿去想去？啊，没有一点进步，无所谓。邱瑞、袅袅也还在，哎呀，啊！当时进决赛的智胜、广智也都在呢，哎呀，是吧？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我说我这个大王没活，你们也没火呀！哎呀，没毛病吧？有人在这边，有人在那边，就没有人在外面接活的。哎呀，其实大家都在外面都有活。我今年的心态是这样，去年不是给了我一个称号叫脱口秀承重墙，对吧？给我架那儿了，不敢休息。你说万一承重墙休息，楼没塌。对吧？啊，甚至节目比去年还更火了。你说整了半天，最后把我给测出来了，是吧？是呀。啊，所以说暂停专场也要参赛。你们知道我那个专场弄得还挺好的，对吧？实话实说，那票都是硬通货，都是跟那个茅台和二手奢侈品在一个群里面卖的。啊，有人10万出爱马仕，也有人加50收呼啦门票，哎呀，啊，有人说你这算什么奢侈品，管得着吗？轻奢的，哎呀，啊，而且脱口秀观众特别有原则，真的，你看好多收票的，就是说加50再贵就不看了。还有私信问我买不着吗？说呼兰你认识黄牛吗？这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给我私信说呼兰我抢多了你还要票吗？哎呀，说打折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还得比赛，都一样。有的时候真的就问自己，有的时候问自己，可能就不知道为啥来比赛，
但你问自己说为啥不比赛呢？也不知道。这招很好使，好多时候朋友们上班也一样嘛。你问自己说为什么要上班？不知道。问问自己为什么不上班呢？也不知道。我很多时候就坚持过去了。你这种解答不了问题，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都得是正向问题。你知道，你不能走在街上说为什么要抢劫，想想为什么不抢劫呢？哎呀，对吧？啊，这个道理只有毛豆听进去了，对吧？人家都觉得说为什么要打呼兰，只有他觉得为什么不打呢？哎呀。真的，最后就想说，我们这些朋友真的就是每年不比赛，就这些朋友每年不比赛，在外面干活的时候，你们看到的都是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一比赛一放在一起，就感觉这些年这些人没进步，原地踏步。这不叫原地踏步，这叫相对静止，你知道吗？这是，哎，对，所以说我是全场除了大老师以外第2懂静止的人。好，谢谢大家，我回来。我彻底服了，我彻底服了。呼兰，锁票倒计时。再次把掌声送给呼兰。谢谢。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就是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内容？因为之前你讲过很多好像更复杂的内容。对，就是因为今年好多事情就感觉又是在一个轮回，然后包括就是我最后讲的，你就感觉说哦，这些人在一起好像没啥进步，怎么又是你们几个人在比赛？但其实这些人拉出去都挺厉害的，都是人五人六，是吗？你看他们是录综艺干啥的，其实就是相对静止，只是这人在一起就感觉哦，只是熟悉这个感觉，对，所以就想把这样的一些感觉和大家分享出来。是。哎呦，是挺棒的，因为这个呼兰这种多年的陪伴，前2天我看了一个网上也是一个私信说我的那种，我也觉得他特别神。他说他最近才喜欢我，他说我以前不是花乐队的嘛，他说我之前没有陪你度过花期，现在我可以陪你度过更年期啊。我说呼兰虽然开这些玩笑，但是其实每年见到你们那个朋友的感觉是一年比一年深。是的，那是一份心理感觉，我可盼着这个月份要见到这些人了。是的，因为咱们在台上老演出，有时候不太清楚，其实观众朋友们有很多时候平时压抑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压力，他就盼着见到你。然后那一刻，然后抒发一下，绽放一下，我们都互相盼到，互相就是都能见面。对，而且我刚才特别喜欢呼兰你的那个描述，说都是原地转圈，原地转圈。按照这个规则，春现在在参加第20届的那个超女，对，太好了。我其实本来是我想说他的啊，我本来想说他其实一直是像在打一个职业联赛一样的，一直在一个里面去。结果没想到他先 Q 了我我是初代玉米，虽然好多人已经说过了啊，我是真的初代玉米啊。我买过那个《皇后与梦想》，那应该是我买过的第1张正版专辑啊。其实刚才他说的时候，一个是全程听得很开心，另外他说一个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中国好像确实没有第2个综艺节目是搞了这么多年，得到这么多观众喜爱之后，最早的那些选手中，至少有1半左右还每年都参加，而且认认真真的比赛。这个确实在中国娱乐史上也是，好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突然就意识到这个节目还有一些特别打动人心的地方，除了好玩这件事儿以外。好，来，毛豆，请到台上。来，我们先看一下4位给出来的票数。毛豆、呼兰，他们最终得到的票数是好像是一个5-5开的一个状态，谁输谁赢都不难看，我觉得。感觉已经很尽力了，过一轮算一轮吧。应该是呼兰哥了，毛豆280，呼兰290。他们俩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好，谁不晋级都说不过去。他俩今天这一场战役能够载入史册的巅峰对决。呼兰287，恭喜呼兰进入到晋级区。毛豆要进入代理。等，
我展示。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的棒。然后刚才其实票数也说明了所有问题，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第一赛段最后一个等等灯，李宇春是给了毛豆。谢谢。我们也祝贺毛豆进入到晋级区。